穷小伙好不容易结识到一位家财万贯的霸道女总裁，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每次见面俩人都要待上一整晚。可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杰克发去的消息苏菲总是爱答不理，即使见了面，苏菲也会以各种理由提前离开。杰克不甘心这棵摇钱树就此远去，于是在这晚他跟踪了苏菲，结果却震惊地发现对方哪里是在加班，分明就是为了见其他男人。这一刻杰克决定必须做点什么。第二天他继续尝试给苏菲发去见面的信息，果不其然，有了新欢后人家哪还会搭理杰克这穷小子。这不当晚苏菲便在酒吧再次邂逅到了一个黑人小哥，接下来发生的事非常残忍，咱们姑且跳过说重点。隔天杰克仍不间断地发去信息，试图引起女神的注意。苏菲知道如果不回复事情只会没完没了，于是她直接坦言道，我们之间只是萍水相逢而已，千万不要当真。但杰克真的会轻易放弃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助理告诉苏菲说楼下有个叫杰克的男人想见你，保安怎么拦都拦不住。 Tell them I'll be right down. 俩人刚一见面，杰克发出灵魂拷问，说你是不是和别人在一起了？ It's none of your business either way. 不知是看上了苏菲的钱，还是其他原因。总之，杰克已经把俩人的关系看成了情侣，而事实说明他还是太天真了。苏菲是名副其实的女海王，最大的爱好就是结识其他异性。于是，在警告完杰克未来不要再联系他后，便头也不回地进到了公司。而苏菲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果断拉黑了杰克的电话。可事情到这仍没有结束。那天之后，苏菲总会收到带有侮辱性的小纸条。起初，她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直到一封装有她性感照片的信封出现后，苏菲再也无法淡定。为了彻底摆脱杰克的纠缠，晚上俩人约在一间酒吧碰面。苏菲的目的很明确，她想用1万美金让杰克别再骚扰她。杰克表面上说着 OK， 可等苏菲一觉醒来，那笔钱又出现在了自己家的地板上。即使知道杰克的行为属于私闯民宅，苏菲依然不敢报警处理，因为对方手里有他的照片，一旦传播出去，苏菲必然会被公司除名。What the fuck? I'm sorry. I don't know what's going on with me. I've never experienced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. I always dreamed of feeling like this, but I never thought it was possible. Because I work these shit gigs, paycheck to paycheck, and I have nothing else going on for me. But then I met you, and I could see you being my whole world, and I can't stand to think that you're done with me. I love you, Sophie.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. I can't. You can. I don't want to. Fuck, you're being such a fucking bitch! 随着苏菲一巴掌下去，俩人的关系从此刻起彻底决裂。事件之后，杰克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再也没打扰过苏菲。就在苏菲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见到对方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这天，他刚到公司楼下，就发现地上有很多印着他性感照片的纸张。傻子都知道这是来自杰克的单方面报复。随着事情不断发酵，苏菲不仅弄丢了打拼多年换来的总经理职位，还彻底被老板封杀。这也意味着他在这行找工作将会很难。此时此刻，苏菲再也忍不了了，她冲到杰克家，狠狠将这个偏直男暴打了一顿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交友需谨慎，真要遇到个人渣，后悔都来不及。